我叫白不居，1个月前被拐卖到美国，在这里当矿奴，但矿场主人想要关闭矿场，还要我们给矿场陪葬。现在我正在努力活下去。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小子，不是我要杀你，今天这个矿场必须关。按照咱们矿上的传统，你们这些矿奴都得陪葬。我告诉你，这就是你的命。叶吞哥，叶吞哥，你杀了我只会浪费子弹啊！你让我活下来，我保证我能给你带来的财富可不止1颗子弹啊！废话这么多，别杀我，叶吞哥，我没说废话，我给你指条路，一条发财的路啊！就在东边30米处。东边？对，那下面有一条流淌着奶与蜜的康庄大道。别卖关子，快说！我说，叶吞哥，那下面有一条新的矿脉，价值不可估量啊！你怎么知道？我会算卦。算卦啊！系统，不关系统，我之前算出来这个矿场东边30米的地方有一条新矿脉，是真的吗？宿主，你已成功激活卜卦系统，自此凡你所算皆为天大定数，可据此趋吉避凶，执掌先机。叶吞哥，我的卦象很准的，你不信的话，派人去那边挖一下，验证一下我的卦象怎么样？小子，你把我当傻子是吧？没有，还算卦？我现在就让你挂！别！沈家家主到！一会儿再收拾你。家主，您怎么了？这点小事儿我来处理就行了。这个矿场我已经里里外外检查过了，不可能再有石料了。叶吞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让你处理个矿场，磨叽这么久。刚刚被一个矿工耽误了一会儿，我现在就把他给解决了。这就是矿脉真正的主人，沈家现在的家主沈文月。只要我能抱到沈文月的大腿，别说会死了，说不定还能离开矿场回家呢。我知道哪里有矿脉。家主面前还敢胡说？给你脸了是吧？既然你不想活，现在就送你上路。别！慢着，你刚刚说你知道矿脉的位置？对，家主，矿脉的位置只有我知道。你看我贱命一条死了无所谓，但是要是您错过了这么一条矿脉，那对您的损失可就大了。家主，他就是一个低贱的矿奴，你别听他瞎说，我这就把他解决了。我没有。叶吞，让他继续说。家主，我叫白不居，我会算卦。按照我的卦象显示这矿场的东边30米处有一个未开采的矿脉，价值不可估量啊。家主，这白不居就是一个招摇撞骗的神棍，如今都2026年了，还在这搞封建迷信。这个矿场我们已经用专业探测仪反复勘测过，这条矿脉早就彻底枯竭了。家主，要不这样，您让叶吞哥去找人开采一下，到时候要是没有的话，您再杀我也不迟啊。这矿奴还敢指挥我？叶吞，如今我沈家日渐式微，其他3大家族虎视眈眈，若真有新的矿脉，沈家的处境也会好很多。叶吞，按他说的，去东边挖一下，如果没有新矿脉，我就把你凌迟切片，扔进海里喂鱼。家主，你放心，我的卦象很准的，东边一定有矿脉。家主，你别听他瞎说，他一个矿奴哪懂什么矿脉？左右不过一会儿的事儿。如果东边真有一条价值不可估量的矿脉，说不定就能让我沈家翻身成为4大家族之首。可这是一个矿奴乱说的，家主你糊涂啊！是不是胡说？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快挖！家主，叶吞哥，这真有矿脉。家主，叶吞哥，这真有矿脉。好一个白不居，还真被你说中了。怎么可能？我拿我最新的设备，已经查过多少次了，每次的结果都一样，怎么可能还有矿脉？叶吞哥，这不管是高科技还是老祖宗的方法，那儿确实有真真切切的矿脉，
这不就够了吗？真是天佑我沈家，或许他就是那个能帮助我沈家破局之人。家主啊，你看我帮了咱沈家这么大一个忙，能不能给我点奖励啊？白不屈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你本就是沈家的矿主，帮沈家是你的本分，竟然还敢向家主要奖励！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。奖励？白不居，你还是第一个敢在我面前邀功的人。说吧，想要什么？家主，回家，我想回家。回家？白不居，光靠算卦就能找到矿脉的位置。你这样的人才，我怎么舍得放你走啊？这沈家明天有个赌石大赛，你帮我赢下比赛，荣华富贵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给。家主，不能让这小子参加。明天那场赌石事关重大，稍微出点差错，那沈家就将万劫不复的。荣华富贵，一点小命捏在别人手上，还不是别人说什么我就做什么？而且回家也需要资金支持，不如先走一步看一步。但是这沈文月也不是个善茬，万一出了差错……白不居，我问你话呢。我答应，我当然答应啊！能为沈家出力是我的福分，我敢不同意吗？不过只要我赢下赌石，获得沈文月的信任，那么想回家还是有机会的。先活下来才是正事啊！拼了！白不居，我劝你不要抱别的心思，明天的赌石比赛你必须赢。好，我一定尽力帮家主赢下这场赌石。你也是沈家的财产之一，如果沈家明天赌石输了，你也会从沈家的矿奴变成其他家族的矿奴。什么？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只有沈家赢，你才能活。那家主，明天的赌石咱们赌得很大吗？不止，我赌上了沈家所有的家当，没有留任何退步，所以这场比赛你必须赢，不只是为了沈家，也为了你自己。沈文月的父亲前些年得罪了掌管整个美国翡翠市场的大佬桑昆，在他的示意下，其他三大家族一直打压沈家，看他的样子，怕是已经被逼到绝路了。家主，明天的比赛若真是赢了，咱们沈家还能回到四大家族之首；可若是输了，咱们的矿脉和生意都归其他三大家族。我们……白不居，你不是会算卦吗？那你来算算，明天的赌石能不能赢？好，我算。乾卦九五，飞龙在天，卦象大吉，必赢。家主，你放心吧，有我白不居在，明天的赌石我一定帮你赢下来。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家主，这白不居不懂赌石，能行吗？我虽然不懂赌石但我懂卜卦呀，放心，包赢。丹温，三大家族丹家大少爷，我们今天赌石就是和他比。沈文月，今天我带来这位可是名满缅国的剑师大师张大师，今天这赌石台就是你沈家的造神之地，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跟我斗。名满缅国的张大师，没听说过。你别他妈笑啊！跟哪儿冒出来的？你谁呀？我叫白不居，我带来的剑识专家。剑识专家，哈哈呀，他们穿的跟个乞丐似的，沈家是真没人了呀！白不居，哼，我能不能请教你，是哪个剑识派系的呀？在缅国还没有我不知道的派系，说不准你还得叫我一声师伯呢。
派系啊？我没有派系啊。什么？你没有派系？那你的剑识方法是跟谁学的呀？我不会剑识啊。不会剑识？那你来这儿干什么呀？赌石啊？哦，是这样。虽然我不会剑识，但是我会算卦，用算卦来这儿赌石啊，就已经足够了。算卦赌石？我还以为你是哪个大师的高徒呢，没想到就是一个招摇撞骗的江湖骗子。陈文月，你们沈家已经落魄到连剑识大师都请不起的地步了。大温，赌石还没开始呢，你说这话为时过早吧？白不居的本事肯定比张大师的要强，咱们走着瞧。年轻人的火气就是旺啊！赌局还没开始，就吵起架来了。桑坤，掌控缅国所有翡翠家族生死的桑家现任掌权人。既然人都到齐了，就别浪费时间了，今天的比试就开始吧。这些石头都是刚从矿场运过来的，你们看中哪一堆就买下来，每局挑一块来去，3局2胜，赌的是解释后的总额，谁的总额高，谁就赢。好，坤爷，那我们就先选啊。白不居，我们能动用的资金只有300万，能买的石头有限制。不是哥们儿，你这不给马儿吃草，还让马儿跑啊？家主，你这限制也太死了吧！300万能买的石头就这2堆，只能2选1啊！我们沈家在生意场上被3大家族围追堵截，能拿出300万已经很不错了。况且，你昨天不是说了，咱们稳赢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反正卦象说今天一定会赢。哎，对了，家主，我昨天拜托你买的东西呢？你不是摆摆手指就能算吗？要我买这个干什么？因为帅。赌石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算算，我们应该选哪类？好，那我就给他们上点压力。不是，不，靠他来看石头，我看你就是个疯子。哼，要是这些石头能听得懂你卦象的话，我当场把他们全都给吞了。陈文月，拿几枚破铜钱就敢来跟我比原石？我看你不是来跟我赌石的，是来给我们耍猴戏的。沈文月，你找这么个人来参赛，是瞧不起我桑家办的赌石吗？年轻人，我告诉你，看石头是要有科学依据的，不同的品相对应的有不同的皮料，你通过算卦来见识，简直是异想天开。陈文月，赌石已经开始了，你现在再想换人参赛也来不及了。不，就白不居一个人赌石。好得很，我倒要瞧瞧你带的这个人能开出什么石头啊！沈家主就这么相信我啊？今天就只带了白不居一个人，根本没得换。我信你，你今天必须赢，给我狠狠的打他们的脸。原来如此啊，家主，你放心，我虽然不会赌石，但是我真的会算卦。不会赌石，会算卦。沈文月，今天我就让你输得一干二净。丹温少爷，你不了解我的能力，话说得太早，小心闪了舌头。不知好歹，这么重要的赌石比赛，你一个江湖骗子来参加。沈文月，你爹要是泉下有知的话，
知道你把沈家败成这样，怕是棺材板都盖不住了吧？哎，我和那些江湖骗子可不一样，我的卦象100%准确。单问少爷，要不要我给你算一卦试试啊？行，那你就给本少算一算，我看看你几斤几两。可以啊，你想算什么？那就算算本少这个月的运势。哼，冲我作妖！哎呀，换卦，风水换。单问少爷，你呀，贪了不该贪的钱，这个月怕是要还回去啊。说人话。好，意思就是啊，你家要破产了，家要散了，这钱也要散了，闹不好呀，老婆也要跟人跑喽。满嘴胡言，我看你是找死吗？竟然敢咒我家破人亡！够了！我这是赌石，不是菜市场。再吵，你们都给我滚出去！装神弄鬼，成何体统？杨文，你先选。欢迎您下消息，我们这就开始选。这3分明显偏袒单温，看来今天是场硬仗。放心吧，单温少爷，我一定会选出价值最高的那块石头。单文月啊，过了今日，4大家族怕不是只剩下3家了。你们沈家注定要被彻底瓜分，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呢。你未免高兴得太早了。单温少爷，我选好了，就选5000万的这堆石头。好，坤爷，我们选好了，就5000万这一堆。果然是年轻一辈的翘楚啊，行事果决。这5000万的石头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既然这样，那就让你们先开始吧。哎呀，此时死气沉沉，毫无贵气，开之必亏啊！白不居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啊，张大师看石头从来就没走过眼，哪轮得到你他妈这个神棍来插嘴？张大师不用听他的，开石头。单温少爷，咱们就开这一块，这块原料一定会大涨。高冰种飘花价值3000万左右啊！确实不错，这料子，看这皮相，3000万应该是有的。白不居，你说这块石头不好，那你倒是说说看，哪里不好？天机不可泄露啊！简直是天大的笑话，只会拿一些空话来这搪塞。哼，你不是骗子，还能是什么人？你看的是石头的皮，我算的是石头的命。你可以不懂，但不能说我不对。你跟他废什么话呀？张大师，快开石吧！他这种人，估计这辈子都没见过真正的翡翠。我白不居说他垮，他就必垮。年轻人，这可是老坑料，皮壳紧实，沙粒均匀，一看品相就是一块好料子。你怎么说它不行呢？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，100%垮。原石还没有开，你就在这妄下结论，你可千万别告诉我，这结果就是你占卜算出来的吧？张大师虽然看石能力不行，但脑子还不算笨。没错，就是我算出来的。一派胡言！看来沈家真是没人了。张大师啊，看来还是不相信我的能力呀。既然你这么肯定，那你算算我们这块能开出什么来？好啊，既然你虚心问了，那我呀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吧，这块石头根本就不是你们说的顶尖石头，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。你说什么？普通石头？简直就是一派胡言！皮壳这么好的一块料子，你说它是普通的石头啊？我还没说完呢，别说3000万了，这块石头啊，连3块钱都不值啊！张大师，别听他胡说八道了，快开始吧！
我看他呢，就是一个招摇撞骗的骗子。好，我这就开始，咱们拭目以待。我说什么来着啊？肯定是块好石头，看张大师都怔住了。不是，温少，这块原石它垮了。什么？垮了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垮呢？光看这石头的皮料，也肯定能开出来好东西啊！怎么会什么都没有呢？不听好人言，吃亏在眼前啊！一定是你，你这个乌鸦嘴！丹温，这是在赌石现场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可别失了身份。好了，还有2块料子，你先别心急。后面那2块料子，这皮相看起来还不错，肯定能大涨的。白不局，对方都已经开了1块了，你们都还没选好。好啊，伏羲画卦，文王至阳，鬼谷传道，管络通神，诸位仙师驾前听令，弟子所求，今日场上最贵之石，藏于何方？不是，白不居，你还真会装神弄鬼。白不居，算出来了吗？我们应该选哪堆？巽位东南，10步之外。怎么回事啊？那不是废料堆吗？今天的最贵的石头怎么会在那里？白不居，你算了半天，准备选哪一堆？东南10步之外。哎，这不就是废料堆吗？什么？废料堆？没错，我就选废料堆。嘿嘿，白不居，我看你装神弄鬼的，还以为你要选哪一堆，最后选了个废料堆。你是想笑死本少爷吗？啊，沈文月，这就是你沈家的人才啊！白不居，你好大的狗胆，居然敢骗到我们的头上来！你以为赌石就是在摆地摊吗？在这说错了话，生平要了你的狗命！白不居，你确定吗？家主，卦象显示东南方向10步外随便取一块石头，应该不会错的。坤爷，我们就选这堆废料堆。沈家真是越来越不行了，把那块废料给他。家主，卦象显示今日必赢。沈文月啊，沈文月，我看你真是疯魔了！堂堂沈家家主，居然在废料堆里选石料。现在看来，沈家的落魄在必然之中啊！摊上个这么一个疯癫的女家主，沈家怎么可能兴旺呀？别废话了，沈文月，挑你们的石头吧。家主，去选一块。啊，我没错，借用一下家主的气运，家主随便挑一块吧。白不居的意思是让我随便选一块？哎呀，家主别磨叽了，就这个了。不是，你不再考虑一下吗？不用，卦上说了，让咱们在东南方向10步外随便拿一块石头，那就随便拿一个，切一下，切。这就是一块废料，外部表现任何情况都没有，怎么可能切出绿来呀？沈文月，你现在跪下来求我，等你们沈家消失了，我说不定还会考虑给你口饭吃。是吗？你们看，这是什么？
这怎么可能？这是老坑玻璃虫帝王绿，传说中有价无市的老坑玻璃虫帝王绿呀！恭喜宿主完成初始卜卦任务，卜卦能力升级，卦象可直接显示物品真伪、年份、品级、暗藏隐患等信息。这下好了，在我卦象之下，什么东西是好是坏，值不值钱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怎么可能？这肯定是蒙的！坤爷，一定是他瞎蒙的，这句不算数。丹温，这卜卦象跟看皮壳变色根一样，都是见识的方法，怎么到你嘴里就成瞎蒙的了？你闭嘴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好了，我宣布，第一局白布局对丹温，白布局胜。丹温，你输了。我没输，还有2局，你别高兴得太早，剩下的石头还没开，你现在说赢太早。那我们走着瞧喽。第2局开始，选择你们的石头吧。白布局，你刚刚不过是走了狗屎运，蒙中了，别真以为自己有什么本事。运气好，这就是我的能力啊！结果已定了，你算了。大翁少爷，我们就选这一块。这块原石可是木纳敞口的，我估计是高冰正阳绿，价值在1000万以上。这次我们准赢。正冰蜡阳绿原石，内有裂，价值800万。居然一点都没中。张大师啊，你这专家头衔怕不是花钱买来的吧？放屁！哼，我张某人在赌市场上摸爬滚打几10年，我的身份岂容你来质疑？你倒是可以跟我说说，我错在哪里呀？啊！首先啊，你这颜色就不对，种水也不对。再其次啊，天机不可泄露。不过呀，这块石料卖得上800万就已经是天价了，再高就卖不了了。白布局，拖延时间是没有用的，我这就是高冰正阳绿原石，你现在跪下来求我，我还可以考虑让你少磕几个头。急什么？我还没挑呢。莫西沙敞口，冰重清水绿，无棉无裂，价值3000万。晴水岭，无棉无裂，就你了。我选这个。这一块石头外形粗糙，柳裂密布，连最基本的煮水都没有啊！怎么可能出绿呀？丹温少爷，这次咱们赢定了。就这破石头，拿去铺路都硌脚啊，是不是啊？简直是胡闹！沈文玉，你到底带了个什么样的人呢？要是不想参加赌石，我现在大可宣布你沈家落败，把沈家交给最有能力的人掌管。家主啊，你放心，等这块原石一开，到时候狠狠打肿他们的脸。沈文玉，你不会真信这个只会摆弄龟甲、拿几枚破铜钱的骗子吧？靠这种旁门左道选出来的石头，怎么可能赢我呀？输赢不是靠口头说的，赌石比的是石头，不是口舌。用什么方法选石头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能赢你就行。好，那就切，让所有人看看这块石头能翻出什么花来。好，这就切。这怎么可能？切出了正冰蜡阳绿，而且还是裂的，这品相顶多值个700-800万呢！哎呀，居然都被白布局说中了！什么？张大师，你不是说这是高冰正阳绿吗？怎么变成正冰蜡阳绿了？还带裂？哎呀，这正冰说成高冰，蜡阳说成正阳。张大师，这颜色种水一个都没对啊！你这10几年的经验，怕不是图假的虚名吧？你个黄口小儿，你欺人太甚了！白布局，你少在这嚣张，
就算我这块石头就值800万，那又怎么样啊？就凭你那块从废料堆里面挑出来的破石头，照样赢不了我。丹温少爷说的对，就你手里这块破石头，外科表现一点都没有，怎么可能切出绿来？这局一定是你输了。白不君，把我们的石头给他们切开看看，让他们长长见识。是，家主。哼。怎么什么都没有？白不君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白不君啊，这怎么一点绿都没有啊？我就说嘛，赌石靠的是皮壳敞口、蟒带松花，这种外壳没有任何表现的，绝不可能切出绿来的。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拿着一些江湖手法来这赌石，怎么样？这回栽了吧？好，结果显而易见，这第二局翡翠在更深的地方。慢着！白不君啊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敢打断坤爷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这赌石有赌石的规矩，你今天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要不然就没这条命走出这个大门。坤爷啊，这赌石哪有一刀定生死的说法？这才只是第一刀，沿着这个切面，纵向再切一刀，必然出绿。我看你是输急眼了，在这找借口。就这破事，你再切10刀也切不出绿。白不君，你确定吗？家主，我确定，这里面是冰种晴水绿，无棉无裂，至少价值3000万。只要再切一刀，我们的赌局今天就可以结束了。白不君，要是切不出来，我不光要你的命，我还要沈家把手里所有的矿泉全吐出来。说的不错，简直是荒谬！哼，老朽我玩石几十年了，从来没有见过对半切开没表象的石头还能切出冰翡翠来。事到如今，沈家已经被逼到悬崖边，退一步就是万劫不复。白不君从始至终都没有半分慌乱，我只能信，我必须信。坤爷，我以沈家家主的名义，请求再切一刀。沈文月啊，你应该知道赌石场没有回头路，你要再切这一刀，那要是这个废掉，那你沈家可彻底就完了，就没有再翻盘的机会。确定？能不能出？再切一刀不就知道了？出绿了，是冰种晴水绿。什么？这块废料竟然开出翡翠了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丹少爷，现在谁才是个笑话？怎么会这样？明明是废料。论背原石的资料，我不如你；但论算卦赌石，你不如我。你刚才不是还拍拍胸口说这块石头质地粗糙，连铺路都会硌脚？现在看来，这硌脚的石头可远比你那800万满是裂痕的原石来的金贵的多了吧？来人啊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！哎呦我去！你敢耍我？我今天非废了你不可！丹温，赌石的规矩，愿赌服输。你现在说的明明白白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坤爷啊，是不是该宣布结果了？坤爷，这根本不算数，他那算卦的把戏根本就是旁门左道，不能作数啊！坤爷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能赢他。丹温啊，专家是你带来的，参加赌石也是你自愿参加的，再继续撒泼耍赖下去，丢的可不是你自己的脸，还有你丹家在缅北的颜面。坤爷，闭嘴，输了就是输了。坤爷，赌约胜负已分，我沈家赢了赌石，理当登顶4大家族之首，还请您
当场宣布。丹温这个蠢货，连一个赌石都赢不了，绝不能让沈家重归四大家族之首。一旦沈家翻身，再想吞并沈家就没那么容易了。想当四大家族之首，问过我了吗？想当四大家族之首，问过我了吗？他怎么来了？岩拓，那个传说中赌石逆天、出手狠绝、从来不留活口的严家家主。坤爷，这怎么宣布结果啊？丹温是什么货色？闽北谁不知道？草包一个就妄想重回四大家族之首，天底下哪有便宜的事情？天拓，你少在这说风凉话，我不过是一时大意才失手，你行你上啊！丹温，不像是我给你脸了，让你跟我这么说话。我的腿！就这么生生踢断了丹温的腿，太狠了！来人，拖出去，带回丹家。贵爷，贵爷，贵爷！严拓这个愣头青，向来只认实力不认人，有他在手，沈家就翻不了身。严拓，这四大家族之首，应该给沈家。陈文月，你爹当年为了赌石不择手段，沈家没落纯属活该。如今你靠这么一个矿奴侥幸赢了丹温，还想妄想为沈家翻身，做梦！严拓，我沈家凭实力重回四大家族之首，还轮不到你来指点。坤爷啊，这赌石是你主持的，你不说句话吗？沈文月和严拓两败俱伤，我才能坐收渔翁利。我得想办法让他们赌上一局。严拓，他说的没错，这沈文月赢了赌石，按照规定，这沈家就应该是四大家族之首，除非有人能点天灯。好，那就点天灯，我赌他整个沈家。点天灯，发起者以全部身家为赌注的赌局，被挑战者无权拒战，败者需当场兑现赌注，祖产性命一并归胜者所有。沈文月，严拓点天灯向你发起挑战，你不可拒绝。若无异议，签字按印，赌局即可开始。这严拓来者不善，桑坤也明显不想让沈家翻身，故意让两边对赌。虽然我是矿民，但也属于沈家，如果落到严拓手里，怕是回家无望，我得帮帮他。坤爷啊，就算严拓现在点天灯，也改变不了我们留下赌石的事实。赌石在先，要是不认账的话，怕是要坏了规矩。管你规矩不规矩，赢不了我，这四大家族之首的位置，你真的别想坐了。严拓，你双方各退一步。沈家现在重回四大家族，要是再拿下和严家的比试，那这四大家族之首就是沈家。他若真赢了我认他为首又何妨？既然坤爷都这么说了，那我沈家照做便是。你要是不敢赌，就当场自废双手，乖乖做我奴仆。你沈家从此从缅北彻底除名，我还能赏你一条贱命。只有重回四大家族之首，才能把话语权握在自己手里，为父亲洗刷冤屈，为我沈家正名。这赌局我必须赌，也必须赢。这天灯我接了，但被除名的一定是你严家。白不居，你也看到了，我需要你帮我继续赢下赌局，坐稳家主之位。家主，我可以继续帮沈家参赛，赢下严拓。不过我有一个要求。好，金银财宝，甚至地位，我都能答应。如果这局赌石我赢了，我需要家主把我的矿奴文书还给我，让我摆脱矿奴的身份。赢下多少场赌石根本没用，只要矿奴的身份还在，我就永远被人拿捏。想要回家，第一步必须先拿到矿奴文书，摆脱这个身份。这场比试就是我最好的机会。
没想到白不居会提这样的要求。他有本事，也有野心，不卑不亢，这样的人值得平等对待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赢下赌石，矿奴文书双手奉上。谢谢家主。岩兔，这局是你开的，但比什么，我们两个定。规矩随便你们定，我严家怕你个破落户不成？既然是新的比试，不如换点新鲜的玩法。原来那些挑拣选择的破规矩太无聊。啊，那你想玩什么？第一局我们就比盲赌，原石用黑布覆盖，只露出1寸石皮，2人轮流挑选，选好直接切。就比原石的价值，价高者就获胜。我生来就攥着原石出生，是卞和传承。我只要扫一眼，这东西有没有脆，有多少脆，我心里一清二楚。这局我赢定了。卞和真人一生食欲求真，他要是知道你打着他的名号吹嘘，怕是得从土里做起来了吧？小文月，好了，既然规则已定，赌局开始。3局2胜制，第一局盲赌，桌上有20块被黑布包裹的原石，你们双方各取1块，最终以翡翠总价值来定输赢。选时1炷香时间。就这块，高冰正阳绿，中老细肉，水头足，通体无裂无棉，是这里面价值最高的一块，至少3000万。白不局，该你了。只要我赢了这场赌石，我就能摆脱矿奴身份，离回家更近了。伏羲画卦，文王至阳，鬼谷传道，管各通神，诸位仙师，阵前听令，弟子所求。今日最贵之事，藏于何处？赌石靠的是眼力，不是你唱的把戏。看卦现形，藏水归藏，最贵之事在正前方。高冰正阳绿，价值3000万。白不居，你说什么？这原石是我先挑先定的，种水价值我算得明明白白。你在这装模作样算了个卦，说是你算的，我还真当你有什么真本事，不过是装模作样的废物。呸！白不局，1炷香将近，立刻选定你自己的原石，过时当场判输。时间快到了，白不居，快选啊！卦象显示，最贵的玉石在岩拓手里，此局必输，怎么办啊？我选凶卦，今日第一局选石必输，场内剩余原石皆为下品，无好料。不过就是一个凶卦，我就不信选不到好石头。我选这个。就选这么个破烂货，我看你不是会算卦，是会认命。连选石都犹豫不决，第一局你已经输了9成，现在解释开始。先解我的，让沈文月和这个矿奴好好看清楚什么叫赌石。今天我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把你们的面子碾碎在地上。白不居，你脸色不对，是原石有问题吗？没有的事，你放心吧。大涨，高冰正阳绿，无裂无棉，市场价至少3000万。怎么样？种水价值1个不错。白不虚，你一个矿奴，这辈子见过那么贵的翡翠吗？你还能选出更贵的吗？急什么？我的还没解呢。帝王绿，帝王绿。无翡翠，纯废料，一文不值。什么？废料？白不虚，你算卦的本事呢？怎么选个废料出来啊？我就知道你赢丹温不过是运气好罢了，哪有什么真本事？第一局赌石
岩拓所开原石价值3000万，白不居所开原石毫无价值。我宣布，岩拓获胜。我们中场休息一会儿，准备接下来的比试。有岩拓这个愣头青在，我吞并沈家的计划就可以继续实施了。白不居，我警告你，这场赌石要是输了，不仅沈家没了，你想要的文书也拿不着。家主，你放心，他只是抢了先手，抢走了原石罢了。接下来2局，我必赢他。好，我就再相信你一次，你可别让我失望，也别再用生命开玩笑。好，家主，你放心啊，我跟沈家是一体的，我绝不会让沈家输的。你最好说到做到，赶紧准备下一局比赛吧。系统，你坑爹啊！地狱局卦象为什么显示我必输啊？怎么回事？给我解释清楚！嘿嘿，恭喜宿主完成升级考验，自由转卦功能正式解锁，可随心切换吉卦、凶卦、财运卦、破局卦，卦随心动，尽在宿主一念之间。也就是说，从今往后卦由我定，胜负我掌，那我岂不是无敌了？没错，请宿主多多算卦，解锁更多惊喜内容。啊，岩拓，准备好迎接暴风雨吧！呵呵。白不虚，磨磨蹭蹭干什么？不敢比就认输，别浪费大家时间。急什么？马上就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算卦本事，什么是真正的赌石高手。各位，第2局现在开始，我来宣布第2局的规则。等等，第1局的规矩是他们定的，第2局的规矩由我来定。这我没意见，但这是严家和沈家的比试，还得沈家家主同意。我们没意见。白不虚，你疯了！是岩拓先点的天灯，规矩应该我们来定。若是让岩拓来定规矩，就把我们仅有的优势也丢了。家主放心，不管他赌什么，这一局赢的只会是我们。好，岩拓，你说吧。赌色，精准预判原石内部颜色与价值，谁开出的颜色更稀有，品质更高，价格更惊人，谁就是胜者。好啊，那就放马过来吧。你可知道这赌色风险有多大？稍有不慎，就都满盘皆输。家主，看好就是，这一局我不但要赢，还要赢到让他怀疑人生。我上一局能赢你，这一局照样能让你一败涂地。既然规则已定，双方无异议，那第2局赌色现在开始。白不局，这次让你先选。好啊，我选这块。我看你是真的黔驴技穷了，找不到好石头就随便瞎蒙，还真是高估你了。白不局，时间还长呢，你再用龟壳仔细算算。不用，我就选这个。我劝你还是换一块儿，你这块不可能出色的，免得一会儿你输得太难看。严家主，有这个时间挖苦我，不如好好选选你的石头，这时间可不等人啊！给脸不要脸，等会有你哭的。白不局，这岩拓看得这么仔细，你就随便选了个破石头，这局你要是输了，我沈家还没倒，我先把你给砍了。家主安心便是，看我来为你拿下这一局。这块蟒带茎，皮壳细，打灯泛紫雾，是正经高货春料，高冰种紫罗兰，按市场估值，价值5000万。果然是汴河传人，一眼断天下春料。这赌石的本事果然惊人。这原石还未切开，2位就下如此定夺，未免言之过早了吧？白不居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这不是紫罗兰，这就是块黄翡。什么？白不居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
胡说八道！我说你再开不了口。10春9木，10春9眠，你这块连春都算不上，就是块黄翡，而且呀，还是最不值钱的鸡油黄，种嫩水短棉重，就是一块做摆件的砖头料。你放屁！你懂个屁的玉石！这是上好的紫罗兰，皮革紧致，松滑清晰，怎么可能是你说的什么鸡油黄砖头料？岩托，你选这块岩石，皮革表现极佳，我看好你。谢坤爷，皮壳好看有什么用啊？这外边啊包裹的再好，里面呀还是一肚子烂渣，根本不值一提。百步居，这破料要是开出紫罗兰，我定让你跪在我面前，把你的舌头割了喂狗，让你从今往后再说不出一个字。就一块石头而已，别带这么大火气嘛！真有本事，等石头开了再说话也不迟。好啊，我等着。是宝是废，是死是黄，开了自然见分晓。你有种！来人，解释！是紫色，是紫罗兰。这紫罗兰要是开出来啊，价值连城啊！急什么？一条缝而已，都还没切完呢，别急着太早下结论。给我切，继续切，让某些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东西看清楚，什么是真正的紫罗兰，我让他心服口服。垮了，这不是紫罗兰，就是块金油黄翡，还是块砖头料，做摆件都嫌糙，市场估值，最多15000。不可能，怎么会？明明出紫色，怎么会是鸡油黄？没挂起，春料啊，色沉玉肉，你这块色浮于表，是黄沙皮的雾色，沁了层浅紫罢，见光就死。严家主，你不会连雾色和玉色都分不清楚吧？胡说！我怎么可能连雾色和玉色都分不清？是你，肯定是你搞的鬼！我搞鬼？严家主，单凭一块皮壳雾色就咬定是紫罗兰，说到底不过是眼力钱，自视甚高，自己看走眼切垮了，现在还说别人搞鬼，往别人身上泼脏水，不觉得丢人现眼吗？你宰了你这个混账东西！放肆！当众撒泼成何体统？赌石本就是一刀穷一刀富，长的是本事，垮的是命时，垮了就垮了，认栽便是。再闹下去，只会让你严家颜面尽失。哎呀，没错，坤爷说的可太对了。小人得志，就算我这块只是黄翡，因你也绰绰有余。百步居，现在轮到你为你选的原石断色估值了，开始吧。家主，帮我拿一下，拿稳了，片刻就好。你要做什么？伏羲画卦，文王制爻，鬼谷传道，管络通神，乾坤借法，恭迎五路财神临身，赐我通天财气，自由转卦，财卦起。装神弄鬼，什么乾坤借法、财神临身，都是些上不了台面的旁门左道。白不居，拿这些障眼法糊弄人，难不成知道自己选的是块废料，想蒙混过关？障眼法，我这叫借天地财气，变玉石真容。我已经断好了，帝王绿价值5个亿。帝王绿5个亿？就这块破石头？我看你是疯了！一块一文不值的花岗岩，你敢说成帝王绿？你都能把黄翡说成紫罗兰，我有什么不敢说的？白不居，你嘴上功夫再厉害也没用，现在就切，我倒要看看你这块废料能开出什么鬼东西。说得对，是真是假，切开自有定论。好，来，沿这道线切，深度2毫米，慢点切，别伤到玉肉。你可千万别掉链子，
这局再输，沈家就彻底完了。我就说这是块废料，白不居，你的把戏该收手了。继续切，马上就切到了，再切也不会有的。帝王绿是顶级帝王绿啊！什么？什么？顶级帝王绿啊！顶级帝王绿可遇不可求，绿肉完整无缺，色泽均匀，没有一丝杂质，市场估值至少5个亿。何止啊！这般品相的帝王绿一旦上拍，5个亿只是起步价。来，严家主，现在还觉得这是障眼法吗？还是说你连顶级帝王绿都认不出来了？诸位，今日赌局第2局，延拓15000，基友黄匪砖头寮对上白不居顶级帝王绿，价值5亿，这局白不居胜。严家主，现在1比1平了，待会儿可得拿出点真本事来，别再看走了眼，还怪别人搞鬼，丢了严家的脸面。好一个1比1平！下一局我要让你一败涂地，落到我手里，我会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，人家好怕怕呀！好得很。第3局，我要你的命！第3局，赌长桌上有10块原石，标价从10到500万不等。2位各自选出1块，切开之后，看谁的翡翠抢得更多，谁就赢。OK， 开始吧。一颗紧凑，3杀均匀，松花带往一应俱全，最差也是高兵种往上，居然只要50块的成本，切出几千万的货，这局我赢定了。这块50块的料子，最差也是高兵种，这才叫真正的大厂。好，延拓果然选了最高的那块，白不觉这小子太邪了，连出冷门，若再让他赢，计划就全泡汤，这局必须输。延拓怎么会选50的料子？不对劲，千万别被他的逻辑给带偏了。便宜的料子风险太大，我们还得往贵了挑，这样稳妥些。放心，我白不居出手，选哪块就选。你不装逼会死吗？我选这个，500万的。白不居，你选这块最贵的料子，就算切着，撑死也就翻几倍。我这50的料子，哪怕是块几千的翡翠，就是100倍的涨幅，更何况里面这1000万翡翠，你简直是自寻死路啊！话别说太满，这赌石赌的呀，就赌的是个刺激。没拆开之前啊，这里面是龙还是虫，都不得可知。我们怎么想？这局只有我能赢。既然2位都选好了，那就先开严家主的料子吧。切仔细点，慢着来，千万不要弄坏里面的翡翠。木纳老坑高兵种正阳绿，价值1500万元。桑坤果然暗中动了手脚，1500万的料子居然只标价50块，摆明了想帮延拓赢我。既然你们不仁，就休怪我不义了。高品种正阳绿，玉肉饱满，无裂无杂，市场估价至少1500万。50块竟然能开出1500万，这不可能嘛！有什么不可能？严家主眼光毒辣，慧眼如炬，从50块变1500万，不愧是年轻一代翘楚啊！延拓这一手涨1000多万，白不局输定了。先让延拓吞了沈家，等他吞掉沈家，我再还手收拾延拓。4大家族迟早是我桑坤的囊中之物。白不居，50块变1500万，你拿什么赢我？你这块500万的料子我看了，皮壳稀松平常，500万
就是极限了。我们的原石还没开呢，说不定就切掌了。还有开的必要吗？还有必要开吗？白不虚，我刚刚说过，你落到我手里，我要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现在你可以好好想想，自己准备怎么去死吧。我有的是时间陪你去玩。我这么好的料子，你却说500万是极限了。看来啊，严家主的眼界也就到这儿了。在我白不居手里的料子还没有极限2字，给我切！死到临头还嘴硬，我倒要看看你能狂到几时。别急啊，切了就知道了。希望等会儿严家主啊还能笑得出来。这个你就不要操心了，笑到最后的只会是我。慢着，你又想耍什么花招？我还没算卦呢，让我算一下再切。白不虚，你不会觉得自己算一卦就能改变什么结果吧？真是可笑至极啊！你都说了，算一卦也没什么改变，让我算一卦再切，又能怎么样呢？好，我就让你死得心服口服，胜负已定。你就算算破了天，结局也不会改变的。哼，伏羲画卦，文王制爻，鬼谷传道，管络通神，乾坤技法，乾离掌。乾离掌，装神弄鬼，我倒要看看你这花里胡哨的能开出什么破烂玩意儿。行了，切吧。哦，对了，我好心提醒你们一句啊，等会儿啊，把下巴收一点，说不定切出来之后让你们惊掉下巴，捡都捡不起来。白不虚，你在给我们演大戏吗？就这块破石头，你还让我们收下巴？我看你是想屁吃想疯了吧？我倒想亲眼看看，你那宝贝石头究竟能开出什么惊天动地的玩意儿来，好让我开开眼啊！开，现在就开！我倒要看看，他这神神叨叨半天，能开出来翡翠，还是块一文不值的烂石头？最后一局了，白不居，你可一定要赢啊！沈家能不能翻身，全靠你了。啊，极品红翡，还是罕见的鸡冠红翡，中水通透，玉肉完整，色泽浓艳如血，保守估价至少10个亿，涨疯了，涨疯了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怎么会是极品红翡啊？怎么会这样？明明找人验过所有原石，只有岩拓那块才会涨，怎么还能开出极品红翡？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？我的计划全被捣毁了。10个亿，我们赢了，白不居，我们赢了！这不可能，一定是你做了手脚，一定是你做了手脚。这原石啊，是坤爷亲自准备的，这解石当着现场所有人的面一起解的，一点猫腻都没有。我怎么做手脚啊？严家主，该不会是输不起，随便找个借口吧？严拓，愿赌服输是赌行的规矩，你这般胡搅蛮缠，难道是输不起？对，就是这样，最好打起来。你们2败俱伤，我正好坐收渔翁之利。我没有输不起，我就是不甘心。我经营赌市几10年，没想到竟然会输给一个摆地摊的小子。虽然你的方法不谢，但是你能开出极品翡翠，我严拓服你。这变脸也太快了吧！不过严拓的性子直来直去，半点弯绕都没有，估计从头到尾都是被桑坤挑唆的，可惜被人当枪使了都不知道。天地万物皆有灵运，原石也不例外。我观其断卦，不过是读懂了他的灵运罢了。说实话，能跟你这样坦荡的对手切磋，挺开心的。严拓这臭货，我费尽心机挑唆他跟沈家死斗，他居然这么轻易就服了软。愿赌服输，今日便按约定交割。沈小姐，这是严家家主的印章，从今往后，严家便由你亲自管辖，我严拓任你处置。放心，我会按照约定好好对待严家上下。至于你，严家的产业没人比你更熟悉，严家的重任就交给你了。多谢家主信任，我定当尽心尽责，绝不为家主所托。他们什么时候约定的？难道沈文月早就知道严拓要来，故意将计就计？
坤爷，3局已过，沈家2胜。按照约定，该宣布沈家就是4大家族之首了吧？诸位，这4大家族之首的任命，乃缅国之大事，不可草率。诸位先稍作休息，静候片刻，待我安排好诸事，备妥仪式用具，正式宣告沈家就任4大家族之首，并举办印章交接仪式啊！桑坤这明显是故意找借口拖延时间。沈家这块肥肉，他肯定不会放弃。我现在还没拿到文书，要不要告诉沈文月桑坤的阴谋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沈家终于成为4大家族之首了。父亲，再等等，很快我就能为你洗刷冤屈，为沈家证明。给，答应你的矿奴文书。从今天起，这份矿奴文书就给你了。以后你再也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矿奴了。家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难不成你反悔了吗？不是反悔，矿奴文书我今天就可以给你，只是我想和你再做一个交易。说话就说话，凑这么近干什么？故意的吧？什么交易啊？我要你帮我干掉桑坤。说话能不能不大喘气啊？我还以为家主为何要干掉桑坤啊？沈家不已经是4大家族之首了吗？讨好桑坤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桑坤从一开始就在布局，以我沈家为诱饵，丹温、延拓都不过是他搅局用的棋子罢了。我将计就计，目的就是为了逼他彻底出手，干掉他。棉被的天下就是我们的了。看来我猜的没错，这沈文月根本不傻，什么都知道，甚至连我恐怕也在他的棋局之中。这交易没那么简单，不能轻易答应，得先探探他的底。我已经拿到矿奴文书，从此就是自由身。我有什么理由参与你们之间的纷争啊？你是自由了，可是你回家需要钱呀。我可以给你源源不断的财富，只要你帮我干掉桑坤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答应你，就连我也是你，就连我也是你。家主这是在诱惑我，不过我这个人啊，比较现实，只信那些实打实的承诺，美人计对我来说没用。我可以帮你干掉桑坤，不过你要给我一笔钱，还要保证我的安全。他凑得好近，气息好烫，心跳怎么这么快，根本控制不住。你倒是大胆，敢跟我沈文月提条件的男人，你是第一个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空口白话呀，可做不得数。家主，这玉佩我先替你保管，等家主兑现承诺，我自会还给你。那是母亲留给我的遗物，是要送给未来夫婿的，他怎么能随便拿走呢？行了，别生气了，说说吧。这桑坤啊，老奸巨猾，城府极深，守卫又重重的，硬来肯定是不行。你有什么办法？我该怎么做？不出意外，桑坤已经暗中集结保镖，等着硬来吞并沈家。你要做的很简单，主动去找桑坤赌石，拖住他，为我争取足够的时间。既然是我跟他对赌，那我要是赢了，他输的钱是不是都归我了？财迷，桑坤的手段可不比严拓弱，他心狠手辣，哪怕你赢了，他也不会认账，只会恼羞成怒，然后杀了你。这不是有你吗？我白不居啊，全天下没有什么石头我辨别不出。我不怕他耍手段，只是有一点，如果我赢了，
家主要答应我，他输的钱呀，都归我，如何？若是你赢了，自然归你。家主威武。行了，别贫嘴了，是时候去会会三坤这个背后的布局人了。先把你们都弄死在这儿，神不知鬼不觉。从今往后，这缅北的地界就是我三坤说了算。坤爷啊，我有一事相求。什么事儿？整个缅北都传言坤爷您神通广大，3岁识时，8岁断脉，如今啊更是执掌一方矿脉，一手遮天。我白不居打心底里佩服，今日斗胆想跟坤爷赌一局，不知坤爷您敢接吗？你一个刚从矿炉堆里爬出来的小子，也配跟我赌？行，你倒是说说看，你有什么资格，有什么筹码，跟我开这个口呢？我赌我自己。坤爷啊，方才我算卦的本事，想必您也见到过了。要是我赢了，您给我一个2把手的位置，从今以后我唯您马首是瞻。要是我输了，我这条命任凭坤爷处置，要杀要剐，我绝无半句怨言。你家主还站在这儿，就敢当众说要投靠我？像你这么不忠的人啊，我苍坤不敢用，也用不起。坤爷说笑了，是我让他大胆一试的。缅国谁不知道您的厉害？他能有机会在您的手下，那是他的福气，更是我沈家的荣幸。何来不忠心之说？果然是女人，眼界狭隘，只想着明哲保身。左右这2个人也插翅难飞，刚好趁机试试这小子的真本事。留一个得力助手，可比一个死人有用的多。你那算卦断脉的本事，先前看着确实是玄乎，我倒也有些兴趣。行，我就接了，那就一局定生死。你想怎么赌？都听坤爷的。好。好戏开场开始了。既然是一决定生死，那就比判裂，只看皮壳，不打灯，不触摸，来判断原石里面是否有裂痕，谁判得准，谁就赢。敢接吗？判裂，不打灯，不触摸，光凭肉眼看皮壳，根本没法精准判断内部裂痕，这太难了。我丧坤在缅北赌石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别的不敢说，就这判裂的本事，敢成第2，没人敢成第1。小子，你输定了。既然是比试，自然是越难越能看出高低，看出真本事。就按您说的比判裂。果然有胆识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开始吧。这块呢，皮壳细腻，无断口，无沙眼，肌理匀称，里面绝对无裂痕，是块好料。白不居，你对面的可是坤爷，赌石界的老手，你可得仔细看，别再像之前一样着急下结论，免得吃亏。好。木纳矿口原石无裂，价值500万；老坑矿口原石内藏暗裂，价值300万。这三坤果然有些真本事，一眼就辨出了。沈文月还没准备好，不能现在定局，我得再拖延一局，给他争取时间。白不居，判不判啊？都多长时间了？我判。这个呀，皮壳看似紧实，细沙均匀，致密度极高，实际啊，皮壳下暗藏裂痕，贯穿整块玉肉，藏得极深。暗藏裂痕？你简直一派胡言！有没有裂痕？切开看看，自然就知道了。行，开。坤爷所显原石表皮紧实，无断口，无沙眼，内部无任何裂痕，断裂正常。年轻人，赌石这行啊，没有个几十年摸爬滚打、日积月累的经验，根本成不了气候。你呀，要多练。要不是得给沈文月争取时间，等他的人到位，我一挂秒了你。坤爷厉害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不过俗话说得好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浪更比一浪强，总要让一让不是？
有种，开他的。白不居所选原石内藏暗裂，且裂痕贯穿整块鱼肉，与白先生判断完全一致。其实那不就是你运气好蒙对了？这局啊，算是平局。既然首局平局不足以分高下，那不如加赛一局，怎么样？坤爷啊，承让了。既然是平局，不如啊，我们再赌一局大的。坤爷敢吗？哼，有什么不敢？说吧，你想赌什么？3题统考。第一，断场考，精准说出原石所在出处。第二，报重量，上下误差不得超过1两。第三，定种水，准确说出玉肉的色泽与等级。全对者胜。坤爷敢接吗？我在缅国赌石界混了几十年，什么原石没见过没摸过。行，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，在缅国的赌石界谁才是真正的老大。好，那我拭目以待。哼，帝王绿，你不知道莫西沙场口向来只出冰种、玻璃种白肉，从来没听说过出什么帝王绿。你连最基本的种水还有场口特性都分不清楚，还敢跟我比，简直是自不量力。坤爷说的对，莫西沙从未开出过帝王绿。白不居，你确定吗？莫西沙帝王绿产量极低，它不像后江、木纳场口那样常见，但真正的莫西沙帝王绿一旦现世便是天价，只是你们从未见过罢了。白不居，你胡说八道也有个限度，根本闻所未闻。是不是胡说八道？验过便知，口舌之争毫无意义。好，那就看谁对谁错。我就想看看你们怎么收场。等等，白不居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被我说中了，心里发慌不敢开啊？坤呀，这都第2局比赛了，光比输赢未免太过无趣，不如我们添点彩头，也更尽兴一些，如何？你又要加什么彩头啊？你说清楚。坤呀，你这个翡翠扳指看着真不错，要是我赢了，把它送给我，怎么样？这扳指跟了我几十年了，是我的贴身之物。你想要我的扳指，你又能押上什么筹码？我离开矿场的时候啊，刚就算出过有一条翡翠矿脉，我又押这个矿脉的归属权。拿到手里的才是自己的，矿脉最终还会是沈文月的。而这枚扳指我已经看过了，是顶级帝王绿色，价值上亿，拿到手就不愁了。那可是一整条矿脉，等我赢了赌局，不仅能拿回扳指，矿脉也会是我的。跟他赌一场，又有何妨？行，就押这个。我倒想看看你能不能拿得起这扳指。一言为定，绝不反悔。再拖一会儿，我的人已经在路上了，马上就到。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桑坤先生所选原石，场口木纳场口，正确。重量2.6公斤，正确。预测水种为高冰飘绿，实际水种为冰种清水绿。种水判断错误。种水判断错误？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看错种水呢？坤爷啊，看来这分不清种水的人是你啊。白不居，你别得意，你的原石还没开，除非你3项都对才能赢我，要不然还是我赢。不过你的料子我看过，你不可能3项都对，所以最终这局还是我赢。是吗？那我们就试试，看看谁才是最后的赢家。来，
怎么样？是不是一个都没答对？快点说出来。白不居先生所选原石长口莫西沙正确，重量2.37公斤，分毫不差。种水是帝王绿，3项精准无误，与白先生所言完全一致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啊！我在缅国动水圈这么久，怎么可能会输？而且输给这个毛头小子！坤言啊，你输了，愿赌服输，这扳指啊归我了。输！我在缅国几10年，从来没输过。你就是屁！不讲武德，愿赌服输，这规矩是你自己定的。都说了，是我定的规矩，那就是我说了算。臭小子，你敢阴我？今天我就让你给沈文月陪葬，把你们埋在这儿，永绝后患。桑坤，你输不起就动我，不守信用，难道不怕天下人耻笑吗？耻笑？在缅国，我就是规矩，我说赢就是赢，让你们死，你们就活不成。你就不怕其他2大家族联合起来反你？你不会真以为你能掌控整个缅国吧？哼，其他2大家族早就被我说服了啊！我本来是不想碰血的，这都是你们逼我的，坏了我的好武师，我只要把你杀了，整个缅国的翡翠产业就都是我桑坤的了！哈哈哈哈哈！怎么回事？难道出了岔子？哎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嘛，不能再考虑考虑吗？要不再等会儿呢？有什么话就跟阎王爷说去吧。伏羲化怪乾坤剑法，定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！你好，哼，哎呦，不打死你！哎，嘿嘿，姐！哎呀，我的胳膊！别动！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术？开枪！不要他们死！哎呀！缴枪不杀，放下武器，抱头吞下，否则格杀无论！哎呦，你们终于来了！再来晚点，我们真的在这儿了。家主，桑坤的人马已经被我们全部解决，没有漏网之鱼。干得好！怎么会这样？这里都是我的人，就凭你一个，怎么可能做得到的？哎呀！一个严家或许不够，但如果再加上其他另外2大家族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他们都被我收服了，怎么会听你的号令呢？这更不可能！他们从来都不是你的人，是受你的挑唆，错怪了沈家。如今真相大白，知道你妄想侵吞沈家和其他家族，掌控缅国翡翠市场的阴谋，为非作歹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你是怎么知道这事的？你是怎么知道这事的？我父亲临死前曾留下血书，说凶手就是你。奈何你当年势力庞大，而我势力单薄，只能委曲求全。不过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桑坤，你的报应来了！哼，原来一直都知道是我杀了你父亲，从一开始你就在将计就计，是我大意了，是我看清了你这小丫头片子了。说，我父亲是怎么死的？我不就是用一批做了手脚的原石，故意要引他入局，他还真信了，还想要倾家荡产，要赌那批原石能开出料子，结果却垮了。按了同样的说法，后来就被我打死在矿场里喽。我沈家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？你要这么对我们？
这么残忍的杀害我的父亲。弱，就是你们的原罪。我要统一这个缅国的翡翠产业，自然要找个人开刀。首当其冲的，自然就是你们沈家这颗软柿子了。不过就是弱肉强食那一套话。昔日我沈家弱于你杀我父亲夺我家产，如今你不过是我砧板上的鱼肉，任我摆布。说的没错，弱肉强食。现在你可以为沈老爷子报仇了，也可以为沈家证明。杀了你，太便宜了！你坏事做尽，害人无数。我要让你活着，让你活在痛苦之中，每天都在悔恨和恐惧之中，为你犯下的错付出代价。严兔，在，把他带下去，严加看管。我没有错。优胜劣汰，弱肉强食，这就是法则。现在不杀我，等我卷土重来，我必杀你！你不会再有机会了。今日之后，我沈家便是这4大家族之首，缅国所有翡翠产业都归我沈文月统一管辖，所有家族、矿场皆听我号令，不得有误。遵家主令。好了，我们下去。白不居，谢谢你，没有你，我也不能这么顺利的就为我父亲报仇。我们沈家也没那么快重回巅峰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我们是合作关系，我帮你赢下赌局报仇，你帮我回国，各取所需而已。各取所需，你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啊，你刚才的样子啊，还挺可爱的，根本不像平时那个冷冰冰的家主。如今啊，你已经是缅国的掌权人了，我呀也该回国了。谁不让你回去了？我早就让人把钱准备好了，还有你回国的护照。你想走，现在就可以走，没人能拦你。好啊，那就多谢家主。他这一走，就再也见不到了，我不能让他就这么走了。你赢了赌石，这是我们的约定。我是你的，这是我们说好的。我只是不想欠你。哼，嘴硬啊！明明就是喜欢我，还不肯承认。家主，不好了，三坤跑了！家主，不好了，三坤跑了！怎么回事？不是让你把他带下去严加看管吗？怎么逃了？三坤杀了看守他的人逃跑了，魏信派人四处搜查了。如果让他逃出缅国，就麻烦了。他不会逃出国的，他所有的产业势力都在缅。况且我还在这儿，他肯定会回来找我，夺回他失去的一切，报仇雪恨。沈文月，你没想到吧？我这么快就回来找你报仇了。三坤，你放开他，这事和他没关系，恩怨是我们俩的。沈文月，你终究还是个女人，感情就是你最大的弱点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沈家那块传家玉佩是要传给沈家夫婿的，但如今那块玉佩就挂在他的脖子上。什么？这玉佩是沈家给夫婿的？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，你靠他赢了我，但最后还是得败在他的手上。我说了，只要你不杀我，将来我必定杀你。哎，三坤，你冷静点，你杀了我，你也逃不出去啊！逃？我为什么要逃？下地狱的只有你们！哎，将放下，否则
我打爆他的脑袋！三坤，你放开他！你要的是我，是沈家，冲我来！哼，冲你来！沈文月，我就是要你亲眼看着你心爱的人死在你面前。我数到3，你要是没把枪放下，让他们都出去，我就送他1颗子弹。你敢？为什么不敢？反正我烂命一条，拿他陪葬值了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照做，我照做。你们都出去，按我说的做。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做了，放开他。跪下！我不想说第2次。沈文月，你别听他的，别听他的。他为了我，居然可以做到这一步。沈文月，沈文月，你们沈家都是贱骨头。当年你爹跪在我面前求饶的样子，就跟你一模一样。三坤，你别太得意。你还嘴硬？你们2个的命都在我手上，把你的矿契还有沈家家主的印章交出来，我就饶他一条狗命。就是现在，就是现在！你玩阴的！刚才就你拿枪指我是不是？我让你指我，我让你指我，好了，白不居，你的手还要用来算卦，为这种人沾血，脏了手不值得，交给我，我会处理好他的。你笑什么？炸弹！三坤，你疯了！一旦炸弹引爆，这边的所有人都会死，连你自己也活不成。我得不到的东西，谁也别想碰。你听，滴滴滴，你，还有你，还有外面那些人，都别想逃了。白不居，我在这里拦住他，你快走，去找严拓，带所有人撤离。那你怎么办？没时间了，快走！没用的，炸弹就要爆了。哦，逃不掉，逃不掉，一个个都逃不掉。炸弹还没炸，还来得及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算卦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算卦？白不居，这可是炸弹呢！你以为用算卦就可以挡炸弹吗？愚蠢，可笑！伏羲画卦，文王之爻，鬼谷传道，管路通神，乾坤剑法，自由整卦，修卦整机，进！难道他是想吸引三坤的注意力？我必须把炸弹抢过来，哪怕只有1/1000的机会。三坤，今天死的只会是你！对。可恶，就差一点儿。没用的，都一起跟我下地狱去吧！没听他说吗？今天死的只会是你！怎么回事？炸弹怎么会变成彩蛋？我肯定不能告诉你，是我扭转了卦象，让炸弹变成礼花炮。怎么解释啊？再见等啊！哦，我赌三坤他肯定没那个胆子，真的跟我同归于尽。于是我算了卦，卦象显示我猜对了。那既然是个假炸弹，那我怕他干嘛？我直接一枪送他上西天，怎么样？我厉不厉害？白不居，你太厉害了！你突然这么夸我，我还挺不适应的。事情已经结束了，你要走了吗？我是被拐来缅北当矿奴的，我的家人都在华国，我要回去找他们。我从小在缅国长大，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。华国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？你能给我讲讲吗？华国呀，是我的家乡，那里很安全，很温暖，那里的人都很友善，有很多美景，也有很多美食，相信你一定会喜欢那里的。
我喜欢，因为那里有你。想要和你去远方